男主人公小宋27岁，来自湖南，是一名咖啡师；女主人公小张24岁，来自湖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走过来的嘉宾手里都提了一只密码箱，在这只密码箱里装着这对青年男女彼此没有告诉对方的一个秘密。你们愿意公开这个秘密吗？愿意。我愿意。好，谢谢。男生你有多高？净身高174。女生你有多高？净身高183。我有一个要求哈，我不该提，但是我相信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会有这样的情形被路人或别人看到的。两位能站在一起吗？好，谢谢你们，两位请回。认识多久？2年半了。今天你为什么来？他跟他店里面一个员工老是纠缠不清，比较暧昧，所以我想让他把他给辞退掉。别自私了行吗？你上次走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子，你现在回来了，你还要把人家给辞了？我哪有自私了？你们两个太暧昧了吧？主持人你知道不？我去他店里面找他的时候，他那个店员他跑过来就是跟我说，你不是跟他分手了吗？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你现在怎么这时候回来？他说要是我没回来的话，他们两个早就好上了。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一起2年半，确实是因为他高，当初吸引到我了。刚开始我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双方的朋友我们一起逛街，有时候路人他们都会在背后议论，我就心里会觉得不是滋味，然后我们会因为这些问题会争吵，争吵完了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分开了。为什么分开？他跟别人给跑了。啊？我跟别人跑了呀。之前我朋友就不支持我们两个在一起，说我们外在各方面条件我们两个都不搭配在一块儿。然后当时不是我们两个闹冷战吗？你也没理我。然后我朋友当时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异性认识。就是说是因为他的朋友给他介绍了男朋友，所以你们分开的是吧？那个都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因为身高吧，我已经忍够了。哦，你不想再忍了？对，你看他今天穿的高跟鞋还算矮的，平常都是10公分以上。我穿高跟鞋怎么了？哪个女生不穿高跟鞋吗？所以我受不了了。那走了就走了，干嘛还回来找他？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生还是不够懂我吧，感觉没有他好。你跟他分手之后，跟一个男生有过接触，对不对？对，在一起2、3个月，尝试在一起。然后那个男生觉得不行。对，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又发现他跟他店员老是暧昧不清的，而且我叫他把他辞了，他还说不辞。我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啊。你明知道他喜欢你，你把他留在店里什么意思啊？你不觉得他就像一个定时炸弹吗？他要是哪天爆炸了怎么办？当初我身边墙洞里，他就是个定时炸弹。你说走就走，你说回来就回来。你走的时候好，你舒服了，你留我一个人在那里，你知道我多难受吗？好，你现在回来，我当然开心，但是你无缘无故不能把他给辞了呀。你走的时候，他在那段时间在关心我，在工作上面鼓励我，我们在一起工作而已，没有特殊的关系。好，你们算情绪宣泄完了，容我问几个问题，好不好？你能明确一下，现在你怎么确认你跟对面这个女孩的关系？前女友、现女友、现女友。好，如果你明确了她的身份是你的现女友的话，那你可能跟其他的女生如果暧昧的话就不行，对不对？没有啊，你不把他辞了，你就是想脚踏2只船嘛。哪有？他跟那个女生就是单独会去看电影，然后一起吃饭，一起逛街，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秀恩爱，有照片。那段时间不是我们的冷战期吗？我们分开了呀，天天在一起工作，他是我的店员，工作完了之后，我可以有权选择我的怎样去交际。好，那我现在再明确一个问题，你跟那个女店员有没有过交往？没有。他所说的看电影有没有看过？有。那个店员从他开张就一直在店里，我就看过他手机。那个女生每天会跟他发早安、晚安，而且还提醒他吃饭。有的时候甚至他在家里面做饭送过来爱心便当吧，就是给你吃，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女店员跟他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对。因此你现在希望让他把他的店员辞退。对。你不辞退的理由是什么？首先第一，我是一个自主创业的第一步，
我的资金、我的精力有限，我没有办法再花半年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培养一个这样熟悉业务、这么优秀的店员。第二个的话，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喜欢你吗？我能感觉得到，他是吧？你能处理好跟他的关系吗？当然。好，今天2位的箱子里都带了一些各自的秘密来，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会对他们2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个人大概是这组关系里的关键，这就是女朋友心目当中的横刀夺爱者。让我们请出这位女士来，有请。欢迎你哈，喜欢老板吗？最开始我就一直很喜欢他，当时是鉴于他有女朋友，所以我并没有对他表示心意。后来他走了吗？他一个人在这儿伤心难过，一直都是我在安慰他。然后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了，结果还要把我辞掉。可是我们2个又在一起了，你现在还在他店里面，你好意思吗？我怎么不好意思？我做错什么了吗？当时你走了，你留他一个人在这儿，你想过他吗？但是他喜欢的是我呀，我现在回来了，我觉得就是他最细心，他最懂我，我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再说你们2个到底相配吗？你不觉得我们2个站在一起才是最相配的吗？你不信让大家看看。谁说跟你配了？来，你们要不然都站中间来，我们看看。老板明确一下关系，这位是，他是我们从开业一直到现在的老员工。这位是我现在的女朋友。明确了关系，这事儿就好办。归位吧，你们都挺厉害的。来，姑娘来，在他离开的时候、不在的时候，你们发展过吗？我多次也是告诉他我喜欢他，但是他并没有就跟我说。只是你喜欢人家，人家并没有也喜欢上你，对不对？我觉得他是喜欢我的。啊，那他喜欢你，为什么他说那是他的女朋友，你只是个店员呢？我帮他问一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如果他不跟你好的话，你会选择主动辞职吗？不会。为什么不会？我不想放弃。你不想放弃这份工作，还是不想放弃这个男人？不想放弃他。那如果他就把你开掉了，你不更尴尬吗？你会吗？你不开了他吗？其实熊猫，你也知道。我一直是有女朋友的，我的心里也一直装着我女朋友。不错，我是喜欢你，我喜欢的是你的工作态度，你的学习能力，你在工作上面能帮我。我只是看到我们搭档的一面。那个时候吻我是什么意思啊？他吻过你哈？对。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熊猫。主持人，我也跟你交代清楚哈，我跟我女朋友刚分手，那天只是喝多了，我把你当作他吻了一下而已。你是设计好了吗？你把我当备胎是吗？不是这样子的。好问题哦。我只能说对不起。那你开不开他呢？不能开。如果说一定要在拍档和女朋友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你会选择谁？我选择工作搭档。你选拍档，不选女朋友？因为我现在是在自主创业。如果你的女朋友说你不把这个员工开掉，我们就分手。你是选你的女朋友，还是选择把熊猫开掉？我选择事业，但是我会跟他好好说。当你的老板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会留下你，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高兴吗？你不是不想走了？但是我希望是女朋友。当他说我宁可选择他做我的拍档，因为我要我的事业，也不会跟你继续发展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看他怎么选择吧，我相信他。好吧，今天因为他们要解决他们的情感问题，我们请您来，只是希望您把您对他的感受和他对您的感受说清楚一些。谢谢您哈。希望我这段时间对你的付出不会白费吧？我看你。谢谢啊，请回。我相信我们的情感观察员和我们的爱情导师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注意到这个男生一上来说到他跟这个女孩相识的时候，用了一个词，你说当时是他的身高吸引了你。是的。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些他除了身高是你喜欢之外的其他的优点吗？他是一个挺单纯的人，平常会做一些很可爱的事。
我可能比较大男人一点，我喜欢去照顾一个像她这样不懂事的女孩子，希望帮她成长。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可能看到她的另一些善良、孝顺。好，我刚刚也有发现到另外一点，就是你们刚刚那个熊猫上台的时候哈，那个熊猫它穿的是平底鞋，它身高本来就没有你高，但它又穿了平底鞋，表示说它很在意这个身高对于你心理上面的压力。但是你女朋友知道她的身高还比你高，但是她还是穿了高跟鞋，你会感触到那个熊猫对你的心意摆在那个鞋子上面吗？我能感觉到，但是我的心已经被。所以不管她要穿高跟鞋还是穿平底鞋，你都觉得说你会喜欢的是你的女朋友。对，其实最开始而言，我追她我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心里，一个男人要征服一个女人，不只是在身高上面征服她，而是要把她的心给征服。我个人觉得你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中国男人的心态，就是你既希望在爱情得到这种可以呵护他的感觉，但是你也不会在事业上放松，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事业拍档帮你完成你的人生梦想，那一边是你的生活梦想，一边是你的人生大计。你今天其实一直在中间游移，你明知道这个人喜欢你，他就在你的店里，而且你们曾经吻过，可是你也不拒绝他，你让他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的，始终带着希望，不能绝望，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最残忍的结局。你始终还要告诉别人，这才是我正牌女友，而她只是我的员工。可是对那个女生来说非常不公平，你让她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问题，身高一定不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间那个女孩子。我特别同意这个周群的说法，男生当断则断。所以我今天上来是想解决这件事情，我想咨询老师们的看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你需要跟熊猫好好的聊一聊，不是说你开掉他就是对他不负责任，我觉得你留着他对他更残忍。同时我想跟女孩说，他已经选你了，他说他喜欢你是因为你单纯，因为你简单，可是你不能仗着你单纯和简单你就可以不懂事。就像刚才嘉宾也谈到你的高跟鞋，你说哪个女孩不穿高跟鞋？熊猫上来就没有穿高跟鞋，你会觉得他一直宠着你，一直爱着你，你不管让他做什么他都应该去做，你走了就走了，你回来你就再回来，那你当他是什么呢？对不对？如果你真心爱这个男人，你要学会去包容他。你以为他把他开掉了，这事儿就解决了吗？他如果真的喜欢那个女人，他即便是把他开掉了，他们还是有可能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坚信他对你的那份爱。如果你不信任，你可以离开他；如果你信任，你就不要再去怀疑他，不然你也会活得特别的痛苦。从总体上来说，今天节目两人在场上的表现，就让我们想到5个字，那就是谁也没闲着。通常比较平凡的男生和比较优秀的女生在一起，总会有一些经典的桥段，那便是平凡的男生在原地驻足观望，苦苦守望，苦苦等待，而那个优秀的女生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一次又一次受到伤害之后，默然神伤地选择了这位平凡的男生。于是两个人非常幸福地走在一起。表面上大家伙都欢呼，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结局，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悲观主义色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真正悲惨的是熊猫。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想说一句话：若爱请深爱，若弃请彻底，不要暧昧，伤人伤己。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后走在一起，梁思成问林徽因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为什么是我？林徽因说，这句话很难回答，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解释给你。多半的生活当中，两人之间差距太大，优秀的女士和平凡的男士若是能够走在一起，有一个必然条件，那就是优秀的女神心已经静了，她不再为外面的绚花夺目而诱惑，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爱情。而所谓平凡的男生，如果想要找到比自己更优秀的女神，他必须也要有一个基础，就是他坚强、博大而宽容。但是你们问问你们自己，你的心静了吗？你够坚强、够包容？我所看到的是没有。我对你们的爱情是不抱太多的祝愿，因为你们有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问题，那就是男士有着平凡的外表，却有着一颗不平凡的心；女士虽然有着下嫁的心态，
但你的心却永远在等待。就这样。其实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决定已经做出来了。其实像刚刚专家给我的建议啊，其实我有在想，我到底应该让熊猫何去何从？我也不是利用它，我只是在我们工作中间能感受得到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他开了这个女人，你们就真的幸福了吗？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对不起熊猫。要是我换作是他的话，熊猫最大的悲哀就是填补了你们之间那点身高的差距。你比他高的那部分就是熊猫的那部分。其实你不用在意熊猫了，我已经想好怎么安排它了，它不会成为我们爱情上面的阻碍的，好吗？请你相信我。我的揣测在想，那个箱子里很有可能是关于熊猫命运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去安排别人的命运呢？靠什么呢？我要提醒的是，如果真是如我所推测的那样，你倒真应该考虑了。剩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黄金60。我不光现在跟你说，我以后也向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人成为我们爱情路上面的阻碍。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其实从一开始你追求我的时候，朋友就不是很支持我们两个在一起，但是我确实被你感动了。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真的也不容易。如果你觉得我身高上面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的话，我可以为了你。我猜是为了你不再穿高跟鞋。好了，两位，请交换你们彼此隐藏对方的秘密吧。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如果你是熊猫，看到这样的局面，你是选择辞职离开，还是等待你的老板为你做安排，留下，亦或开掉你？自己选择辞职离开，请选赞同；等待老板开掉你，请选反对。87.5%的人，来，我问问他们吧。你选的是赞成还是反对？我选择的是赞成，我想要他自己选择放弃那个男生。你如果是熊猫的话，你会选择自己离开，对不对？对。好，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奇妙就在那口箱子里，因为那个秘密真的在他们没有公开之前，我们完全是不知道的。这个秘密被公开之后，对两个人的情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吧，一起数5个数。5、4、3、2、1，请开门。按照这个节目的规定，箱子出来就要公示秘密嘛。如果一方选择把箱子不带出来的话，就意味着他要为对方隐藏那个秘密。我来看看女生给男生写的是什么。一页纸，你自己来读。亲爱的，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身高的问题，也没有嫌弃过你。如果你介意的话，为了你，我可以不再穿高跟鞋。有什么话跟熊猫说？还是对不起。啊，熊猫一定得走吗？其实，要是他跟我解释一下，我觉得我无所谓，因为我在意的是他，而且他也喜欢我。其实高跟鞋脱掉以后没那么大的差距哈，挺人为的。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小花童，把戒指给来，手拉着手。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当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你心爱的女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对她说：“爱要有你才完美。”
在这里要感谢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价值万元的婚纱摄影套。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他们自己。好啦，这个是一定要抱下去的啊！这一定要抱下去。对，来嘛。